Hello， 欢迎各位小伙伴回来，这里是 KissKing。在之前的几期视频中，我们一起学习了 STM32 中最常用的通信方式串口。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再来学习嵌入式领域另一种常见的通信 I-C 通信，并且尝试使用 I-C 通信与学习板上的 AHT20 传感器进行交互，获取你房间的温度与湿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I-C 的通信原理。这一块的知识对于各位初学的小伙伴来说，大致了解就好。实际应用中并不需要大家深刻理解，所以请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态继续观看。小伙伴们一定还记得，除了供地线以外，串口使用两根数据线进行通信，一根连接设备 A 的发送 I/O 口与设备 B 的接收 I/O 口，另一根则相反。从连线上来看 ，I-C 也是除供地外使用两根线来完成通信。不过 I-C 与串口可是有着很大的区别。首先，别看 I-C 有两条线，但其实只有一条可以用来传递数据，我们通常称其为 SDA， 而另一条则是用于提供同步时钟脉冲的时钟线，我们称之为 SCL。串口的两根线就像双向车道，可以同时进行双向通信，因而我们称其为全双工通信。而 I-C 唯一的数据线 SDA 虽然也允许进行双向通信，但同一时刻却只能一端发送，不能同时进行，因此我们称 I-C 为半双工通信。由于 I-C 同一时刻只能进行一个方向的通信，为了避免冲突， I-C 采用了主从模式，也就是一台设备为主机，另一台为从机，只能由主机先发起通信，从机才能根据主机的指令回复相应的信息。而正是由于这种一问一答的主从模式，使得 I-C 可以支持多设备通信。例如，咱们学习板上就使用 STM32 的 I-C1， 同时连接了 AHT20 温湿度模块与 OLED 屏幕。像 I-C 这种支持多个设备进行通信的通信协议，我们称其为总线协议。在 I-C 总线上，每个从机都有其唯一的设备地址，例如 AHT20 的地址是 0x70， OLED 屏幕的地址是 0x7A。当作为主机的 STM32 需要操作 AHT20 时，只需要在发送数据的最开始发送 AHT20 的设备地址， AHT20 就会知道此数据是发送给自己的，从而做出反应，而其他设备则明白此数据与自己无关，选择性失聪。在串口中，通信的双方首先约定好通信的速度，也就是比特率，然后双方按照这一速度在合适的时机去设置或者读取数据线上的高低电平。这种模式我们称其为异步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下对通信速度，也就是对数据线操作的时机的选取，是基于双方各自的时钟。这一通信模式的好处是比较便捷，但缺点就是通信的双方必须保证各自的时钟系统是精确的。若有一方的时钟有些问题，就会卡不上节奏，双方不知所云。考虑到许多小型传感器并没有精确的经振提供时钟基准等情况， I-C 选择了与异步通信相对的另外一种模式——同步通信，也就是由主机通过时钟线发送固定频率的脉冲信号，来作为 I-C 总线上所有设备通信的统一时钟源。下面我们来举个例子，更细致地描绘一下一次完整的 I-C 通信。当然，小伙伴们要记得抱着大概了解的轻松愉快心态哦。假设我们要读取 AHT20 模块中的温湿度信息，根据资料包中提供的 AHT20 文档，这一过程应当是这样的。首先 I-C 的数据线与时钟线往往都有上拉电阻进行上拉，所以在未开始通信时，数据线与时钟线都处于高电频。这时，身为主机的 STM32 发送 I-C 通信启动信号，也就是在时钟线依旧是高电频时，将数据线提前下拉。这时，所有从机就竖起耳朵，准备接收命令了。然后，正式的 I-C 通信就开始了。主机会在时钟线上产生一个恒定频率的时钟脉冲信号，主机与从机依靠时钟线上的脉冲信号来同步对数据线的读写。准确点说，就是当时钟线处于低电平时，主机设置数据线的电平，而时钟线处于高电平时，从机读取数据线的电平。显而易见，从机读取到的电平就是主机在时钟线低电平时设置的电平。
按照 AHT20 的文档，主机应该首先发送 AHT20 的数据地址 0x70。当然，小伙伴们可以发现，我们发送的其实是 0x71，这是为何？我们稍后再谈。现在数据线与时钟线的电平变化是这样的：时钟线低电平时，主机先给数据线设置低电平，然后时钟线高电平，从机读取到0，然后时钟线低电平，主机给数据线设置高电平，然后时钟线高电平，从机读取到1，如此循环，直到主机发完8位，也就是1字节数据。随后，按照 I-C 协议的约定，数据的接收方需要发送一个 ACK 信号，确认自己已经收到数据。当然，说得好听，其实所谓 ACK 信号，就是在时钟线低电平时，由接收方，也就是此处的从机，将数据线拉低一下。然后根据 AHT20 的手册，接下来就是作为从机的 AHT20 的收 time 了。时钟线上依旧是由主机 STM32 产生的时钟脉冲信号。不过，数据线的控制权现在交到 AHT20 的手中。AHT20 也像之前的主机一样，在时钟线低电平时设置数据线，主机则也是在时钟线高电平时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如此反复，直到发送完1字节。然后再由现在的接收方，也就是主机来一次 ACK 信号。然后 AHT20 继续发送，如此反复，直到发送完所有数据。然后主机会在时钟线处于高电平时，将数据线拉高，也就是发送 I-C 通信结束信号，宣告整段通信的完成。可以注意到的是，在整个 I-C 通信过程中，只有主机发送开始和结束信号时，才会在时钟线为高时控制数据线。其他阶段都只能在时钟线为低时设置数据线。怎么样，小伙伴们有没有些晕了呢？不过没关系，实际上只要小伙伴们不是想要从头到尾自己实现一遍 I-C 通信，上面这些知识点大家听个乐呵就好了，等真用到了再回来看看也不迟。I-C 的具体原理我们就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不妨直接实战起来，先来熟练的新建一个工程。工程名称就叫做 I-C。首先，我们先把老朋友 USART2 打开，用于一会儿通过串口查看数据。然后我们点开本期视频的主角 I-C1，将其配置为标准的 I-C 模式，下面的配置保持默认即可，一般不需要调节。而中段与 DMA 我们下期再来讨论。这次的实战我们就不把代码全部写到 main.c 文件了，而是专门为 AHT20 写一下驱动文件。这样的话，我们最好来到 Project Manager， 点开 Code Generator， 勾选上为每个外设生成一对.c.h 文件，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其他文件中 include 相应的头文件，就能拿到 HURT2 或者 HI-C1 这类的外设操作句柄了。那么我们按下 Ctrl+S 保存并生成代码。点开项目浏览器中 I-C 项目的 Core 文件夹下的 RNC 与 SRC 文件夹，可以看到与以前的项目相比，多出了 GPIO、I-C、USART 的 .h 与 .c 文件。点开也可以发现，许多以前生成在 main.c 中的函数与变量，也分别挪到了这些对应的文件中。接下来，我们也来定义一对我们自己的 AHT20 的 .c.h 文件，在 RNC 文件夹上右键，新建 header file， 文件名设置为 AHT20.h。 新建的文件中 CubeIDE 贴心的为我们写好了这种 define 语句，这种语句在几乎所有的 .h 文件中都有，可以防止头文件被多个地方 include 引用后出现重复定义的问题。我们首先可以在 AHT20.h 文件中 include I-C.h， 然后来到 SRC 上右键，新建 source file， 文件名为 AHT20.c， 然后 include AHT20.h， 当然也就相当于 include 了 I-C.h， 可以使用 I-C.h 中声明的变量与函数。最主要的就是一会儿我们要使用的 HI-C1， 它与我们之前使用的 HURT2、HURT3 一样，都是用于对某个外设进行操作的句柄。I-C.h 中还 include main.h， main.h 中 include 了 STM32F1 Hell.h。
它里面又 include 了 stm32f1 hail.conf.h。这 stm32f1 hail.conf.h 文件中又引用了好多头文件，其中就包括 stm32f1 hail-c.h。层层递进下来，也就相当于我们在 AHT20.c 中 include 了 stm32f1 hail-c.h， 而这文件中就声明了我们一会儿要用到的 -c 相关的函数。绕得有些远，回到我们的 AHT20.c 文件，然后我们打开资料包中为大家准备的 AHT20 数据手册，照着手册写代码。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略过，直接来到手册的第8页 5.4 传感器读取流程。首先第一条是说 AHT20 上电后要等待40毫秒才能与之通信，并且要先向 AHT20 发送 0x71， AHT20 会返回一字节的状态信息。如果此状态信息的第3位是1，那就是一切正常，如果不是，就要发送 0xbe 命令，并且携带 0x08、0x00 这2个参数来重新初始化 AHT20。这里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这个 0x71， 它其实就是 AHT20 作为 iPhone-C 从机的地址。咦，刚刚我们不是说 AHT20 的 iPhone-C 地址是 0x70 吗？其实按照 AHT20 手册， AHT20 的 iPhone-C 地址是 0x38。哎，不要晕，听我给你解释。其实 iPhone-C 通信一般使用7位地址码，那么 AHT20 的地址0111000按理说就是 0x38， 但是 iPhone-C 通信中每次发送都是一字节，也就是8位，所以规定从机地址要向左移一位。那么多出来的这一位如果是0的话，整个8位数据就是 0x70 了。而 iPhone-C 协议规定，如果主机发起通信的目的是为了设置从机，那这一位就为0；如果主机发起通信的目的是为了从机读取数据，那这一位就为1。不过对于这一位的设置 ，Hail 的相关函数会自动帮我们处理，所以我们一般也就认为这一位是默认为0就好了。那么就有了我说的 AHT20 的地址为 0x70。怎么样？不知我解释清楚了没有？这世间万物本就这样，不必追究哪种说法是标准规范，写到代码中达到效果就好。所以我们回到代码，首先来一个 define 宏定义，定义一下 AHT20 的设备地址是 0x70。然后我们来写手册中所描绘的初始化过程，定义一个函数 AHT20 init。先定义一个 unit8-t 的变量 readBuffer， 用于一会儿接收状态信息。然后按照手册先延迟40毫秒，再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角之一 iPhone-C 读取函数 Hail iPhone-C Master Receive 登场。第一个参数还是老样子，外设操作距柄的指针，也就是 H iPhone-C1 的指针。第二个参数是要读取的从机地址，也就是刚刚我们宏定义的 AHT20 address。注意，由于这个命令是去读取从机的数据，所以实际上 0x70 会被 Hail 库改为 0x71 使用，不过我们不必自己操心。然后下一个参数是用于接收数据的变量的指针，也就是 readBuffer 的指针。第三个参数是会读取多少位数据，按照手册中所说，读1位数据。最后一个参数是超时时间，也就是跟我们之前串口相关的函数一样，如果多久之内没有发送成功，就不愿意等了。我们这里就直接填个永久等待吧。然后如手册中所说，我们要判断第3位是否为1，判断的方式有许多，比如我们将取得的数据与 0x08 进行一个二进制的按位语，按位语会将2个数据均是1的位保留为1，只有一个是1或者2个都是0的就记为0。所以如果返回值第3位不为1的话，与 0x08 按位语后的计算结果是 0x00， 这种情况下就要发送 0xbe 指令进行初始化，定义一个 unit8-t 类型的数组 sendBuffer， 长度是3，内容就是手册中所说的指令 0xbe 与指令参数 0x08、0x00。然后我们本期视频的第2个注节 iPhone-C 发送函数登场 Hail iPhone-C Master Transmit。 第一个参数聪明的小伙伴肯定已经习惯了 H iPhone-C1 的指针，第2个参数依旧是从机地址，我们写宏定义 AHT20 address。第3个参数是要发送的数组的指针 sendBuffer，
第4个参数就是要发送的长度3，最后一个参数也是超时时间。大功告成，一个 AHT20 的初始化函数就写好了。先不着急去用，我们再来写 AHT20 读取温湿度的函数，函数名不妨叫 AHT20 read， 因为需要一次性读出温度与湿度两种，所以我们给函数设置2个 float 指针类型的入参，用于把读取到的数据回传给调用者，温度 temperature， 湿度 humidity。 然后来看手册，要触发测量的话，可以发送 linxac 命令，并且携带 linx33、linx00 参数，然后等待75毫秒后，就可以再次通过读取指令获得更6字节的当前状态与温湿度数据。那我们先来触发测量，定义一个 send buffer， 里面是 linxac 命令与其参数，然后这次是一个控制的指令，所以使用 hail iphonc master transmit， 所有的参数内容与之前一模一样。然后按照手册等待测量完成75毫秒，随后按照手册内容与示意图，我们要通过读取指令读取6字节数据，所以定义一个大小为6的数组 read buffer， 然后使用读数据函数 hail iphonc master receive， 因为是数组，所以去掉取地址符，直接使用数组名就是此数组的指针。由于我们刚刚已经用 linxac 触发过测量，所以按照手册本次会返回6字节数据，然后我们要判断第0字节的第7位是否为0，如果是，就说明确实是获取的刚刚测量完成的数据。判断的原理与刚刚初始化函数中的判断相同，不过是从第3位为1的 linx08 换成了第7位为1的 linx80。如果读取到的数据第7位为我们想要的0，则按位以后应该是 linx00。此时我们再来进行温湿度数据的计算，按照手册，温度数据和湿度数据各占2个半字节，所以为了对数据进行拼接，我们首先定义一个 unit 32-t 的临时变量，就叫 data。 然后湿度数据的拼接应该是这样的，第3字节的高4位是湿度数据，去掉低4位的温度数据后，应该向右移4位补齐，然后第2字节应当向左移4位，到达与刚刚4位对齐的更高位，第1字节的数据也要向左移12位到更高位上去，然后3者相加就能组成完整的湿度数据。按照这一原理，我们将它们拼接到 data 变量中。注意，在移位的过程中，要先将原本 unit 8-t 的数据转为 unit 32-t， 不然会出现数据移出界而丢失的情况。再然后，手册中还有一个对此数据转化为相度湿度数据的公式，比较简单，就是将此数据除以2的20次方就好，当然还要乘上100%来变成百分数的表达形式，所以湿度的值就等于 data 乘以 100.0 再除以2的20次方。这里写 100.0 而不是直接写100，是为了将计算转换为浮点数的计算，否则后面的除法只是整数计算的话，会丢失掉小数部分。2的20次方的简易算法就是将 linx01 向左移20位。还要注意，为了能够将数据传递到 AHT20 read 函数的调用方，这里传入的温湿度入参都是以指针形式传入的，所以 humidity 变量前要加解引用符号，或者说取值符。温度数据的解析也是类似，同样是首先对数据进行移位拼接，然后再根据手册提供的公式转化成摄氏度温度值。时间原因，我们就不展开进行动画演示了，小伙伴们可以对照手册与代码自行研究。那么至此，我们有了 AHT20 的初始化函数 AHT20 init、AHT20 的测量温湿度函数 AHT20 read、AHT20 的驱动程序，也就算是大功告成了。为了可以在其他文件中调用这2个函数，我们将这2个函数在 AHT20.h 文件中进行声明，然后回到 main.c， 在 include 注释对中 include AHT20.h， 以及一会儿我们会用到的 include stdio.h、include string.h， 然后来到main函数中，
在进入循环前，也就是 usercode2 注释对中，调用我们写的 AHT20 的初始化函数 AHT20 init， 然后定义几个我们一会儿需要的变量。首先是2个 float 类型的变量，温度 temperature， 湿度 humidity， 然后再来一个稍长一点的差类型的数组 message， 用于一会儿拼接数据，用串口发出来。随后来到循环中，调用 AHT20 read 来触发 AHT20 测量，并读取 AHT20 的测量数据。按照我们为 AHT20 函数设定的入参，分别填入温度与湿度的变量指针。随后我们不妨将温湿度信息通过老朋友串口发送出来，方便查看。为了发送温湿度这种存在变量里的动态数据，我们使用 sprintf 函数来构造字符串。第一个参数当然是 message， 然后第二个参数是要写入的字符串，变量的地方使用占位符%.1f 代表保留一位小数。因为%本身会被理解为占位符，所以可以使用%来代表一个真正的%，结尾不妨再加个换行，然后后面参数依次填写温度和湿度变量。小伙伴们会发现写的没有问题，却有一个红线报错，这是因为 STM32Cube IDE 默认没有启用编译器对浮点数输出的支持。我们可以按照其报错指示，点开这里的 Project Properties，找到 C Build 中的 Setting、Tool Setting 中的 MCU Settings， 将这2个选项都勾选上。随后点击应用并关闭，就可以发现报错消失了。最后就使用我们已经熟知的串口发送函数 Hail UART Transmit 将其发送出来。记得将差指针类型转化为 Unit 8-T 指针，可以防止 warning， 以及使用 string length 来获取字符串的长度。最后是超时时间，随便填一下。最后的最后加上一个延时，控制一下循环测量间隔，例如我们每1秒钟测量一次。全部大功告成，编译下载一气呵成。随后我们先要确保学习版的串口线已经与电脑连接，然后打开波头律动串口助手 serial.kissking.com， 连接上你的串口。当当，你房间的温湿度就这样显示出来了。可以尝试用手按在 AHT20 上观察数值的变化。有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利用此数值做点有趣的小应用。好了，那么本期视频的内容就到这里了。相对其他期有点长，代码也稍微多一点，不过不要被前面的原理搞晕了，再仔细看几遍刚刚我们是如何完成了代码，并且一定要亲自动手试一试。评论区中有开发套件的获取链接，别忘了一键3连，点击关注不迷路。你的支持是小 UP 我持续更新的动力。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